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盘面走到现在，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比特币出现了一个看跌的信号，出现了一个阴线啊。那这根阴线呢，我们在3月15日，也就是今天看到的这根阴线，事实上是一个标志性的阴线。昨天的阴线不是标志性的阴线，因为昨天的阴线呢仍然处在上涨趋势当中。那通过这根阴线，我们把时间级别调到4小时级别，可以看到，在4小时级别的标志性阴线也在昨天晚间8点钟走了出来。有了这个标志性的悟空阴线之后，后面的这根阴线呢是八阶阴线，但八阶阴线呢在昨天盘面当中有了一个反弹，那这里的反弹呢是欺骗性的 K 线，也叫妖怪 K 线啊，也就是八阶阴线遇到的妖怪 K 线。遇到妖怪 K 线之后，我们看到八阶重新复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八阶阴线组。那么在4小时级别上就有机会发生4小时级别的下跌洗油。那再往下走呢，可能会出现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在4小时级别上完成一轮4小时级别下跌洗油的一个动作。同时呢，把时间级别再次调小到小时线级别，可以看到本轮行情在下穿了小时线级别的200日均线之后发生了反弹，反弹结束之后再次发生小时线级别下跌洗油，并且呢，目前的一个微弱的反弹动作是在第二轮小时线级别下跌洗油的沙僧阴线部分这儿这个位置上进行的。那么沙僧阴线在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给出来了，沙僧阴线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因此呢，在震荡完成之后，下方是有机会出现小时线级别唐僧阴线的。最终呢，这两组小时线级别的下跌洗油，通过合并 K 线，通过时间级别的切换，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将会看到下方的4小时级别的沙僧阴线和未来4小时级别方向上的唐僧阴线。那么这轮行情为什么在这个位置上出现调整呢？我们看到本轮在周线级别的比特币上涨过程当中，已经出现了4个轮次的周线级别上涨动作。那第一个轮次上涨动作，我们看到的是23年1月9日，这个位置上有悟空阳线，这里是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然后走八阶阳线组、沙僧阳线和最终的唐僧阳线。唐僧阳线结束之后，周线级别上涨洗油完成，做日线级别下跌洗油调整，在6月份23年6月走出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洗油的悟空阳线，然后经历了6到10月份的调整，上方在10月份的比特币月走出了第二轮次周线级别八阶阳线，然后走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之后，第三轮周线级别上涨洗油启动时间是在24年2月，走的非常极端，走周线级别悟空阳线、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么第三轮周线级别上涨洗油完成之后，做了一个冲高动作，到达高点73777点后，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就有容易发生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下跌洗油做调整的一个动作。这里存在一个概念，就是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大的时间周期上涨完毕之后，往往会做小时间级别的调整。那么这个时间级别要降一个时间的维度，就在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这个维度上做一轮调整。所以呢，我们在当前盘面当中看到了小时线级别震荡过程完成下跌的同时，跌破了非常关键的3条均线系统，分别是144均线、169均线和200日均线之后，又发生了接力式的下行动作。那在4小时级别合并 K 线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标志性的悟空阴线、八阶阴线组、沙僧阴线正在酝酿走出来，下方就可能会干出一个唐僧阴线。那么目标点位在哪儿呢？首先我们看4小时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还有200日均线这个多头排列的这个均线系统，就是我们下一个目标位和支撑位。那大概位置呢是在63500美金附近。那63500美金是4小时级别的一个下跌的一个目标，同时呢，这个位置上也存在一定的支撑。首先呢是筹码位的支撑，那63500呢是由24年2月29日到24年3月3日这个区间震荡过程当中形成收敛三角形，构成了一个筹码区间，同时呢也是未来144日均线在4小时级别上144日均线可能构成了一个支撑。所以呢，本轮行情调整的目标点位根据均线系统和筹码密集带我们给了出来，大概是在63500美金附近。同时呢，我们知道一经落万物生一经落万物生。那在这样的行情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
以太坊跟随着做出了调整动作，但是呢，盘面当中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仍然处在一个反弹的趋势当中。那这个反弹趋势呢，已经酝酿了很久。从23年11月一直至今反复经历了上冲动作，那上方的波谷连线形成的一个压力位始终在这儿压制着以太坊和 BTC 的一个上涨。但是呢，我们认为本轮行情在日线级别和周线级别目前所处的位置是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一个交易对的一个近焦点的这个区域。那么在这个区域上还是容易酝酿这个交易对的一个多头趋势的。如果在盘面当中能够在周线级别上形成标志性的悟空阳线，上方将持续上涨，将意味着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会形成平行于21年4月份的一个上涨动作。因此呢，在未来，我认为以太坊坤坎升级坎坤升级结束之后，将会给以太坊带来更大的一个上涨动力。同时呢，类似的情况是在 BNB 和 BTC 的这个交易对上我们看到。BNB 和 BTC 的这个交易对目前在周线级别上已经走出悟空阳线组合，八节阳线上方是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预期的。同时呢，在日线级别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到日线级别 BNB 对于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突破了144日均线，突破了169日均线，突破了200日均线，在5日均线和10日均线上两条均线，短线的均线上穿了长线的3条均线，这意味着 BNB 对标比特币它是一个多头的趋势。那么在 BNB 对USDT 的这个价格上来看，我们看到目前虽然有所回调，但是呢，我们看到这里的回调的程度是弱于比特币的，因此呢，我们看到 BNB 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出现了持续性的反弹。还有一点呢，在周线上，我们看到 BNB 已经经历了3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目前处在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第3轮次的唐僧阳线的这个位置上，同时呢，这个位置也是前高附近，因此呢，这个位置做一个回踩调整。那么调整的时间级别，我们看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它容易做一个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的调整。那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的标志性的悟空阴线在哪儿呢？我们认为是3148点这个是同步于比特币的。前面的这2根阴线，这3根阴线都不算标志性的悟空阴线，但是呢，我们认为314也就是昨天晚8点的这根阴线是标志性的阴线，因为它脱离了整个的上涨趋势。有了标志性的悟空阴线之后，目前所处的位置是8级阴线，下方可能会走出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踩稳的目标点位大概是在$540附近，也就是前面行情当中4小时级别上对 BNB 的一个平台期。在昨天我们看到某某板块特别是以 PP 为龙头的某某板块出现了冲高。那么在冲高之后，我们就给出了某某板块是板块轮动的一个发动机。这个发动机冲高之后，后面的行情当中，我们认为 FET 作为FET 作为 AI 板块的龙头或有所表现你就看到了 AI 板块当中龙头币种 FET 冲到了$3附近，但是由于比特币的快速下行FET 在冲高之后做了回落动作。那么这个板块轮动还会继续，但是不是在现在，等待比特币企稳之后，我认为 FET 作为 AI 板块的龙头币种还会有重新的一个表现。同时呢，板块轮动的第3个内容是游戏板块，也就是 GameFi 的板块GameFi 板块当中龙头币种是 Gala。那么 Gala 呢，在本轮行情当中目前已经调整的比较深了。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悟空阴线、8级阴线、沙僧阴线下方是有唐僧阴线。那么唐僧阴线的目标点位呢，我们要看4小时级别的一个筹码密集区，大概是在 0.05， 这个 0.05 也是4小时级别144均线、169均线的一个位置。因此呢，如果能够到达这个位置，板块轮动第3轮次将会轮到 GameFi 板块当中的龙头 Gala 所以耐心等待大概的一个回落点位进场即可。那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呢，对我这本书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联系我购买，也可以加入我的会员群。感谢大家，再见。